继与苹果日报关系密切的山报网媒立场新闻停运后，又有山报网媒宣布停运。网媒众新闻宣布将由周二起停止运作。这是5天内香港第2间传媒机构宣布停运。美国《华尔街日报》随即发表社论，歪曲事实，称相关执法行动损害新闻自由。对此，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去信《华尔街日报》予以反驳。他表示，如果你真的对新闻自由那么热衷，你应该支持我们针对那些非法利用媒体作为工具去达到政治或个人利益的人，他们才是污染和破坏新闻自由的人。网媒众新闻周日宣布将于周二起停运，网站不再更新，一段时间后将会关闭。当晚约9点半，众新闻的网站已无法浏览。香港特区政府去年10月9日曾发布新闻公报，对众新闻企图令读者误解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行政长官2021年施政报告记者会上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解说。香港保安局发言人当日表示，有关报道误导市民，对此深表遗憾。发言人强调，多家媒体相关报道与保安局局长说法相符。众新闻声称，保安局局长拒绝保证基本法23条立法不以言入罪，实属误导。此外，众新闻曾公然发布多篇煽动暴力的文章。这也是5天内香港第2间传媒机构宣布停运。上周三，香港警方以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为由，依法拘捕立场新闻6名涉案人员，冻结其6100万港元资产。被捕6人分别为立场新闻总编辑钟沛全、前董事周达志、吴霭仪、何韵诗、方敏生及署任总编辑林少彤。随后，立场新闻发布公告，宣布及时停止运作。此后1天，立场新闻英国分社同步停止一切业务，分社主任宣布辞职。此外，香港电台援引消息称，立场新闻创办人蔡东豪已被通缉，港警正继续追查事件，并通缉其他涉案人士。他们不断地去洗脑香港的市民，尤其是香港的青少年，境内外的势力勾结，通过这些勾结来从中牟利。所以今天呢，我们一步步的对这类网媒做出很多的规制行为，也是对新选制下香港怎样更好的走向良政善治呢，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针对香港内部事务，美国《华尔街日报》在当地时间同日晚上发表社论，蔑称相关执法行动损害新闻自由，更抹黑指在香港没有人是安全的。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周一去信《华尔街日报》，驳斥有关文章严重歪曲事实，强调言论及新闻自由受基本法及香港人权法保障。李家超反驳称，有关文章严重误导和歪曲事实，对香港的指控毫无根据。针对立场的执法行动与新闻自由没有关系，警方是严格依照香港法律和搜集得来的证据办事。李家超指，如果你真的对新闻自由那么热衷，你应该支持我们针对那些非法的利用媒体作为工具去达到政治或个人利益的人，他们才是污染和破坏新闻自由的人。李家超还提到《华尔街日报》有关香港选举的评论，指该报错误地断言政府操纵立法会选举。他强调，选举是在公开、公平和诚实的环境下进行，并制定了法律，防止任何人通过煽动他人不投票或投无效票来操纵选举。《华尔街日报》毫无根据的评论只反映了自己的偏见。据悉，这是特区政府官员于1个月内第3度去信《华尔街日报》。香港特区政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分别于去年12月5日及12月24日斥责《华尔街日报》有关香港选举制度的评论毫无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周一为第7届立法会议员举行宣誓仪式。宣誓前，立法会议员接受媒体采访，有媒体针对众新闻停运事件提问。新当选第7届立法会议员的陈曼琪就表示，在国际标准里，言论自由或其他一切自由的行使都不是没有限制的，都必须以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为前提。至于一些媒体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后主动停运，必定是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会触犯国安法，认为有一定的风险。香港係一個法治嘅地方，如果大家都係捍衛國家安全、遵守香港國安法、遵守憲制秩序，其實喺法律框架裏邊，大家都行使大家嘅權利，因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裏邊都係國家安全為首要嘅目的㗎。
深圳卫视注意到，邓炳强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专访时，也特别强调软对抗的危害。他表示，印象最深的是《苹果日报》的关闭，这份报纸荼毒着香港市民，特别是让青少年对國家或政府有一個錯誤的觀念。現在他們結束了，這讓社會更加好、更加民主。一啲反中亂港嘅一啲嘅人士啊，咁亦都咧係鋃鐺入獄。咁呢個對於我哋咧係整體個國家安全咧係嗰個貢獻好大嘅。喺背後煽動佢哋嘅人咧，都係俾我哋拘捕咗，咁令到咧成個問題咧係得以咧係即係整體咧係平靜咗好多。咁我諗呢一個咧係我哋保安局入邊係最大一個成就。鄧炳強還表示，一些棄保潛逃者在國外發表煽動分裂國家和顛覆國家政權的言論，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他指出，香港國安法具有域外效力，特區政府將依法處理，追究相關人士的法律責任。佢哋以為呢個人唔喺香港做呢啲行為咧，我哋又奈佢唔何。但係其實咧，佢從事呢啲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咧，其實我哋係有一個域外嘅效力嘅呢個國安法。咁啊，日後咧係呢啲嘅事情咧，我哋全部能夠取證咧，都係能夠咧有機會係將佢檢控。進入2022年，全球經貿領域的第一個重磅事件就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 在1月1號正式生效。這一協定有望取消15個成員國超90%的貿易關稅，形成了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最為難得的是，在當前國際形勢複雜多變的背景下 ，RCEP 如期生效實施，充分體現了有關各方共同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的信心和決心。在這樣的積極氛圍下，美國媒體卻開始擔心，與亞太地區的經貿漸行漸遠的背景下，美國未來或將無法參與地區貿易規則的制定。2022年1月1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對文萊、柬埔寨、老撾、新加坡、泰國、越南、中國、日本、新西蘭和澳大利亞10國正式生效，韓國也將於2月1日加入到生效實施中。RCEP 生效當日，中國與東盟、澳大利亞、新西蘭之間的立即零關稅比例將超過65%，與韓國相互之間立即零關稅比例將達到39%和50%。中國與日本是新建立自貿關係，相互立即零關稅比例將分別達到25%和57%。最終86%的日本出口至中國的產品將實現零關稅，同時中國出口至日本88%的產品將享受零關稅待遇。舉例來說，降稅完成後，中國從東盟進口的椰子汁、菠蘿製品、紙製品，從日本進口的電磁爐、電烤箱以及大部分機械設備、儀器儀表、汽車零部件都將逐步免除關稅。同時，中國對日本出口的機電產品、儀器儀表、紡織服裝、部分水產品和蔬菜等也將逐步享受零關稅待遇。據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測算，到2030年 ，RCEP 有望帶動成員國淨出口增加5190億美元，國民收入淨增加1860億美元。也就是你能看到關係的穩定性明顯上升了。過去是比方說1:1、1:1或者1:10，那麼今天呢就是15了。所以呢，這個關係的穩定性，我認為非常重要。最關鍵呢，亞洲畢竟是中國主要貿易地區，90%對我們不管是就是消費者和投資者，或者說進口商都是有利的，因為你的商品馬上就，比方說汽車零部件，比方說電子產品，比方說服裝，比方說其他的。各種東西，只要在這14個和15個國家之間，我們都會馬上採取。各成員國企業也敏銳地捕捉到了 RCEP 帶來的發展機遇。以深圳為例，生效實施首日，深圳14家企業同獲簽發32份 RCEP 證書，涉及出口金額約305萬美元，涵蓋化學品、燈具及零配件、塑料製品、汽車零配件等。這些企業將獲進口國關稅減免約4.7萬美元。以前我們只專注於某個特定的國家，現在我們可以選擇的國家更多了。因為有關稅的減免優惠，我們的成本將更低。同時，我們也看到了挑戰，價格低、競爭力更強的產品流入國內。這就是我們要求要做好自己的產品，提高自己的生產水平。
香港经济日报指出 ，RCEP 的生效实施对经济外向度极高的深圳而言，无疑是重大利好。该协定将为深圳的 5G、机电、汽车、医药、纺织品、服装等特色和优势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不少经济学者形容称 ，RCEP 正式生效为2022年世界经济献上一个新年大礼。德国之声日前在一篇报道中分析，新的变种病毒、供应链短缺、严重的通货膨胀都有可能阻碍2022年全球经济进一步复苏。在此背景下 ，RCEP 在新年伊始的正式成立，无疑是给发展前景不明的2022年世界经济注入了确定性。亚洲地区现在成为应该说中美博弈的一个关键地带，而这个地带呢，政治安全是不稳定的。那么为什么澳大利亚和日本能加入？实际上它是看好这个地区经济增长。那么也就是说，不管你政治安全怎么往美国走，但是经济关系，尤其是产业链和供应链，你就在 RCEP 了。那么这种稳定性，我一直说，像汽车的安全气囊，即使要创了，可能还有安全气囊保障。这种作用可能大家都看到的是经济利益，我更看到的是安全环境。人民日报引述新加坡贸工部长严金勇认为 ，RCEP 生效证明了该区域即使在艰难时期，仍保持深化经济一体化的决心和承诺。人民日报报道还指出 ，RCEP 成员国均是中国重要的经贸伙伴，中国与 RCEP 其他成员国的贸易总额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3。RCEP 生效将让合作伙伴更充分地分享中国开放机遇和发展红利。实际上 ，RCEP 还释放了更加强烈的区域合作信号，因为这项自贸协定拉近了东北亚3个重量级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关系。《华尔街日报》指出，作为首个将中日韩3国连接起来的自由贸易协定 ，RCEP 将有望大大促进这3个东亚邻国之间的贸易。自2012年以来，中日韩一直就3边自贸协定展开谈判。日本富士通公司驻东京首席经济学家马丁·舒尔茨表示，RCEP 或许能稳定日本、韩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他同时强调 ，RCEP 释放了一条明确信息：人们不想再拿关税当武器。最关键呢，跟日本的关系，日本是我们在安排当中没有的，因为我们跟韩国、东盟、跟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有 FTA。但是日本没有，但是这一次呢，日本跟中国、日本跟韩国、东北亚这一片打开了，而它的市场打开呢，就日本跟所有的其他14个国家的，就是贸易、投资以及经济技术合作全面合作了。所以我说，整个一盘棋搞活，可能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随着 RCEP 正式生效，在一片积极向好的合作声音中，关于美国的讨论显得格格不入。《华尔街日报》直言，中国与其他亚太国家启动贸易协定时，美国仍在一旁观望。该报道援引一些分析人士的观点称，与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共同加入 RCEP 后，中国将在制定亚太地区贸易规则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损失的则是美国的利益。报道分析称，除了 RCEP 和中日韩自贸协定，中国还正式提出申请加入更多地区协定。而反观美国，不仅自己退出亚太经贸群，至今仍没有计划重新加入，与亚太地区的经贸渐行渐远，无法参与地区贸易规则的制定。有美国智库在关于 RCEP 的分析中警告称，美国的缺席使中国能够巩固其作为该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的作用。一旦中国未来敲定更多贸易协定，中国在地区贸易谈判桌上的存在将更加凸显美国在该地区的缺席。不过，世界经济问题专家陈凤英指出，美国退出亚太经贸群并不意味着缺席或者放弃该地区的规则制定权。陈凤英分析称，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美国政府将国内就业率和蓝领工人的权益作为重中之重。他们认为一些贸易协定损害美国制造业，进而打击国内就业率，因此主动退出。然而，在去年底，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奇大张旗鼓地对亚洲展开访问，可见美国同样把印太地区作为未来经贸发展的重点，并且美国寻求的是更高层次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的话语权以及规则制定权。美国现在下的是一盘大棋，它的大棋的结果就是还是要围堵。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个战略它没有变，只是影响美国的蓝领工人和就业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所以我想，如果到今年上半年，他如果真的把印太国家组织为一个叫经贸联盟的话，那我们能看出端倪。但是制度性的竞争，或者说要素性的竞争，这是他不会放弃的。近段时间，西方一些国家媒体政客频繁炒作俄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话题。对于这些说法，俄方一向嗤之以鼻，多次驳斥。美国总统拜登周日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时宣称，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及其盟友将做出果断回应。那么，美方的果断回应是否包括出兵？美俄围绕乌克兰的博弈为何难以调解？来看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美国华盛顿时间周日晚举行通话。拜登表示，华盛顿及其盟友将在乌克兰边境局势恶化时做出果断回应。泽连斯基周日晚发推文称，他与拜登通话时强调了我们关系的特殊性，乌克兰感谢美国坚定不移的支持。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近期围绕乌克兰问题关系持续紧张，俄乌双方在两国边境地区部署了大量军事人员和装备。乌克兰、美国和北约声称俄罗斯对乌克兰有入侵之势。美情报机构曾评估，俄罗斯可能准备于2022年初全面入侵乌克兰。俄方予以否认，强调北约活动威胁俄边境安全，俄方有权在境内调动部队以保卫领土。俄罗斯军方上周末表示，大约1万名士兵在结束边境训练后已返回原驻地。围绕俄乌边境局势，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于上月30日通话近1个小时，这是继上月7日虚拟视频会后，两人在当月的第2次沟通。克里姆林宫的一名助手说，普京告诉拜登，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可能导致两国关系彻底破裂。1月10日和12日，俄罗斯和西方国家还将先后举行俄美外交会谈和俄罗斯北约会谈。虽然拜登警告会果断回应，但美方的回应并不包括出兵。拜登此前就已经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不会单方面向乌克兰派兵。但根据美国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美国将为一项支持乌克兰军队的倡议提供3亿美元，为加强欧洲的防务提供数十亿美元。俄罗斯媒体报道，今年美国已经为乌克兰提供大约4亿美元的军事支持。而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马尔卡罗娃透露，乌克兰正在积极地与美国展开合作，希望美国向乌提供多余的军事装备。此外，拜登还警告，如果俄罗斯真的决定使局势升级，美国将实施制裁，包括切断俄罗斯与全球经济与金融系统联系，以及加强北约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其实就是军事以外的各种方式啊，因为拜登讲得很清楚，他说他们不会用军事的方式来回应俄罗斯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当然，那譬如说你在这个国际经贸方面啊，那给俄罗斯更进一步的这个围堵。那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国际的这个财经的一个体系当中呢，把俄罗斯踢出去。如果这个情况发生的话呢，也会产生一些相当大的这个严重的后果。让俄罗斯感到愤怒的是，除了武装乌克兰外，北约还在俄罗斯周围大量部署军事力量和装备。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报道称，在普京拜登视频会晤前2天，美国空军2架最先进的侦察机飞越乌克兰东部。此次任务不仅仅是一次监视俄军的行动，也是拜登政府向俄方发出的警告。鉴于乌克兰边境局势紧张，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已于日前下令美国海军哈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打击群驻留地中海地区，暂缓前往中东。五角大楼官员表示，这一安排的变化反映了美军在欧洲持续存在的需求，对于向盟友和伙伴重申我们共同防卫的承诺是必要的。近年来，北约每年会在俄罗斯周边进行30次大型军演，大都以俄罗斯为假想敌。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近日在对外国武官和使馆代表举行的吹风会上说，北约正为与俄发生武装冲突做准备，北约在俄边境附近有针对性的挑衅，极有可能导致武装冲突。从普丁担任总统以来，北约向东扩张确实已经有所进展了。因为乌克兰啊，它跟这个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啊，基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是文化相对比较接近的，宗教啦、语言啦什么这方面都非常的接近，
那所以说呢，这个俄罗斯觉得说，如果你要再把这个乌克兰要把它向西方这个拉拢的话，那对俄罗斯来讲，这个是非常难以忍受，而且是不可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俄罗斯的这个立场呢是非常非常的坚定。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西方国家呢，确实他们是有一点望而却步。近年来，北约东扩日益危及俄罗斯国家安全。俄罗斯要求美国和北约提供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证，包括北约停止东扩、不在乌克兰等区域部署威胁俄安全的武器等。在上月21日举行的俄罗斯国防部扩大部务会议上，普京表示，从乌克兰境内发射的美国高超音速导弹可以在5分钟内抵达莫斯科，常规导弹则需7至10分钟。俄罗斯消息报的分析认为，对美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分析表明，五角大楼把赌注压在发展陆基和空基非战略武器系统上，这有助于在东欧国家，特别是在乌克兰迅速建立军事集群，而无需建造昂贵复杂的基础设施。事实证明，只要有运输机或战略轰炸机能降落的机场，乌克兰就能接收这些武器。乌克兰保留了能起降任何军机，哪怕是最重型的战略轰炸机的庞大机场网络。北约国家空军在乌克兰集结十分方便，包括秘密集结或大规模集结。如果加入北约，拥有25万人的乌军将成为所有欧洲成员国中规模最大的军队。值得关注的是，加入北约是乌克兰夙愿。2019年2月，乌克兰将加入北约作为国家基本方针写入宪法，但北约以入约需要所有成员国同意以及乌未达到标准为由，只愿与之发展伙伴关系，对何时吸纳乌为成员国迟迟没有定论。而站在俄美博弈最前线的乌克兰也面临变成战场的巨大风险。近日，乌克兰外交部新闻司前司长、最高拉达国会议员奥列格·沃洛申表示，俄罗斯可在不进入乌克兰境内的情况下摧毁其关键的国家管理机构，不到10分钟即可击溃乌克兰。沃洛申表示，在不到10分钟就被击溃的同时，乌克兰军队将失去他们现在拥有的那些为数不多的现代化装备，或许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现代化高科技战争。沃洛申今年11月初曾表示，俄军用1周时间足以击溃乌军，因此与莫斯科爆发战争对基辅没有好处。当前俄美双方都摆出强硬姿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要俄降温，从乌克兰边境撤军。另一方面，俄罗斯方面要求美国做出保证，北约不要东扩，不要威胁俄罗斯的安全。双方高度对立的分歧难以弥合。1月9日至13日，俄方将分别与美方、北约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会谈。俄方要求美方和北约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承诺，但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认为，美国和北约不会同意俄罗斯提出的要求，因为这将成为北约成立以来的最大耻辱。因此，可以预料，乌克兰的紧张局势不会消减，结构性矛盾决定着美俄之间的角力还会继续。好，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那么，美国总统拜登告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及其盟国将果断回应。那对此您怎么来看呢？确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全世界都在猜，已经在边境屯兵10万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究竟会不会真的进攻乌克兰？很多人根据俄罗斯过去一贯的强悍作风，尤其是普京近年来兵发叙利亚与拿下克里米亚的历史，都认为这种情况极有可能会发生。对此，我的看法完全相反。我认为普京大规模进攻乌克兰的可能性基本上为0。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与出兵叙利亚、拿下克里米亚之间有着本质性的不同。出兵叙利亚是应叙利亚合法政府阿萨德的请求，拿下克里米亚是因为克里米亚原先就是苏联赠送给乌克兰的领土，且95%以上的克里米亚人都愿意回到俄罗斯，所以普京才以西方自己的游戏规则，也就是全民公投的方式将了乌克兰一军，顺理成章地把克里米亚给拿下来了。而乌克兰不仅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且乌克兰政府与主流民意已经摆出了不惜跟俄罗斯血战到底的架势。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普京仍然要进攻乌克兰，
那这个后果将会是俄罗斯难以承受的。其一，从苏联脱离出来的乌克兰军队将会拼死抵抗，这个军事代价俄罗斯难以承受。其二，自从二战结束之后，国家与国家之间已经抛弃了通过战争来掠夺土地与资源的野蛮做法，转而通过市场的方式来配置资源，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俄罗斯要进攻乌克兰，这个道义上的压力也是俄罗斯承受不起的。第三，即使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会出兵阻止俄罗斯，那也一定会对俄罗斯实施空前严厉的经济制裁，包括全面禁止俄罗斯向西方出口能源，永久性的搁置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运营，甚至是切断俄罗斯与美元支付交换系统之间的联系，彻底瘫痪俄罗斯的金融系统。这个经济代价也是俄罗斯承受不起的。在这些无法预知的政治、经济、军事与道义压力下，普京虽然以敢于对外用兵著称，但他一定不会对乌克兰贸然用兵，而是会仔细权衡其中的得失利弊，三思而后行。那么既然俄罗斯不会贸然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进攻，那普京在俄乌边境屯兵10万，并且做出即将发动进攻的姿态，其中的目的又何在呢？我相信，由于是俄罗斯主动往俄乌边境屯兵10万，所以外界都会认为，在这件事情中，俄罗斯是主动的一方。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假象与错觉。事实上，乌克兰与北约才是主动进攻的一方。正是因为乌克兰准备把北约引到自己家里来，有可能要屯兵在俄乌边境，被俄罗斯认为是侵占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及在乌克兰等中东欧小国的反对下，欧盟与德国暂停了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的审批工作，使得俄罗斯向德国与欧盟输送天然气的计划遭遇到了重大挫折。俄罗斯才会在一怒之下，把乌克兰当成了与北约讨价还价的人质，也就是用枪抵住了乌克兰的脑袋，能够迫使北约往后退，并且跟俄罗斯就此展开谈判。这个也就意味着俄罗斯的目的是为了以战逼谈。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北约与欧盟在一定程度上答应了俄罗斯的要求，俄罗斯是不会向乌克兰这个人质开枪的，否则以战逼谈的战略目的就会泡汤，乌克兰、北约以及俄罗斯就会出现三输的局面，这是普京所不愿意看到的。而普京之所以敢于兵行险招，不惜以战逼谈，实际上又是因为清楚地看清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存在2大软肋。其一是，虽然北约的整体军事实力要远远高过俄罗斯，但是俄罗斯敢于亮剑，敢于出其不意，而北约则完全没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这也就意味着俄罗斯兵行险招的行为其实并不险，并不会导致局面失控。其二，普京清楚地知道，眼下拜登政府压倒一切的全球大战略是要拉拢俄罗斯来共同应对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普京认为，为了这个大目标，拜登政府最终会选择向俄罗斯做出妥协。假如在北约东扩与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问题上，拜登政府最终向俄罗斯做出了妥协，那不仅可以进一步提振俄罗斯国内的民意，而且可以为2024年即将到点的普京总统累积更高的政治威望，甚至是累积再次连任的资本。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罗斯屯兵10万于俄乌边境的大背景下面，拜登政府不仅果然被逼上了谈判桌，并且不敢以同样的军事行动来反制俄罗斯，而仅仅表示会对俄罗斯实施更为严厉的经济制裁。这个也就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已经露怯了，夹在2大强权之间的乌克兰极有可能会再一次被牺牲掉，成为美俄之间进行战略利益交换的一个筹码。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周一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7届立法会议员的宣誓仪式在立法会综合大楼会议厅举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为议员监誓，悬挂国徽，奏唱国歌，让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首次立法会宣誓仪式更加庄重。而在宣誓过程中，多位议员使用普通话。深圳卫视记者在现场采访多位议员，他们对此次宣誓有什么感受？对未来的立法会工作又有怎样的期待？来看报道。宣誓前，议员们迎接负责监誓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然后面向国旗和区旗同唱国歌。现在奏唱国歌。起来，不愿做你的人，把我们献了，走成我们新的章程。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出发出最后的抗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喊着一起，喊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喊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同唱国歌后，在林郑月娥监誓下，所有议员逐一宣誓。宣誓顺序按照议员年资而定，如年资相同，则按照中文姓名笔画排序。根据香港特区立法会文件，自2000年起出任议员的尹时界、张宇人最先宣誓，其后为2004年起连任至今的经民联林建峰、梁君彦。周一的央视新闻联播也播出了香港立法会议员宣誓的报道。在林郑月娥监督下，议员们逐一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这是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第一次在國徽下宣誓。本人就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第7屆立法會選舉投票於去年12月19日順利結束，這是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後的首次立法會選舉。新當選的90名議員來自香港社會各個階層，既有商界、學界、專業界的精英翹楚，又有來自社會基層的勞工、職員、中小企業經營者代表，既有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又有講普通話的港漂，既有經驗豐富的資深參政者，又有充滿衝勁和創新力的年輕人。多元化可謂前所未有。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規則，議員宣誓時可選用粵語、普通話和英語宣讀誓詞。此次立法會議員宣誓中，有多位議員使用普通話。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宣誓具有法律約束力，宣誓人必須真誠信奉並嚴格遵守法定誓言。宣誓人若作出虛假宣誓或在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的行為，需依法承擔法律責任。故意宣讀內容不一致的誓言或以任何不真誠、不莊重的方式宣誓，屬於拒絕宣誓，將即時喪失議員資格。此次宣誓過程非常嚴格，有2位議員因不慎讀漏或個別地方讀得不夠清晰，都被提醒重讀一次。陸頌雄議員，你頭先讀有道地方唔係咁清楚，麻煩你可唔可以再讀一次？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此外，在宣誓過程中，有的議員習慣舉手進行宣讀，但也有個別議員並未舉手宣誓。對此，香港特區立法會秘書處回應稱，法例並無要求議員宣誓時必須舉手。不過，鑑於近期特區官員及區議員宣誓時都有舉手，因此秘書處建議議員採用及統一有關做法。
留意到呢，走出议会厅，在女性议员中呢，有的身着中国红长裙，有的呢身着红色西装，有的佩戴了红色的围巾。男性议员中呢，多位议员都特别佩戴了红色的口罩或者红色的领带。在采访中啊，他们告诉我，这是为了今天的宣誓而精心准备的，而且呢，他们平时就非常的中意中国红的元素。在全家福的合照之后呢，12位背景不同、资历不同的议员呢，在此依次发言。他们的发言中呢，感谢国家支持，感谢市民信任，共同开展良政善治，都成为了高频语句。我们在现场呢，能充分地感受到新一届立法会议员们的精气神是非常的足。经过了神圣庄严的宣誓，新的道路就在他們嘅腳下，責任重大，使命光榮。我好中意紅色啦，我覺得紅色係代表咗祖國啦。咁今日係一個宣誓，係一個好莊嚴嘅儀式。咁我希望作為中國人，我可以能夠身穿紅衣做我呢個宣誓。事實上，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香港特區立法會宣誓儀式有多處改變。首先，原本負責監督的人士為香港特區立法會秘書長，而根據2021年5月21日生效的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由行政長官為第7屆立法會議員監誓，標誌着香港特別行政區公職人員宣誓效忠制度的進一步確立和完善，體現了基本法確立的行政主導體制的應有之義。外界也注意到，往屆立法會宣誓儀式沒有奏唱國歌環節。根據2020年生效的國歌條例規定，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的宣誓儀式需奏唱國歌。新一屆立法會宣誓儀式首次引入。此外，當天的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廳，國徽第一次高懸主席台上方，下方分別豎立着國旗與區旗。宣誓席與監誓席相向而立，陽光透過穹頂照耀這個神聖場合。根據香港特區2021年修訂生效的國旗及國徽條例，舉行立法會議員宣誓的場地必須懸掛國徽，因此此次宣誓也是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第一次在國徽下宣誓。國徽莊嚴，誓言錚錚。立法會議員宣誓的場地首次懸掛國徽，體現了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法律地位，是愛國者治港原則在立法機關得以推進落實的寫照。今次呢係我第3次參加立法會嘅宣誓，喺無論12年或者16年呢，我哋都冇今日咁莊重嘅。今日我哋有國徽嘅懸掛啦，有國旗嘅擺放啦，亦都有國歌嘅唱啦。呢啲都係體現咗呢喺一國兩制下呢一個議會呢正常嘅議會嘅運作嘅需要。而且呢，今次係體現到呢喺90個參與宣誓嘅議員呢，其實都係非常之尊重呢個宣誓嘅儀式。喺無論12年或者16年嘅時候，大家都會見到好多當時嘅反對派嘅議員，佢哋將立法會宣誓嘅儀式咧變成一個政治表態嘅一個場合。咁所以其實對於嗰個議會嗰個莊嚴性啦，嗰個宣誓儀式嘅莊嚴性咧，其實好有影響。12時許，所有議員宣誓完畢，全體議員在立法會大堂拍攝合影並會見傳媒。議員們表示，新一屆立法會的組成確立了愛國者治港的新秩序，令香港踏上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新台階，讓立法會議員可以在正確的軌道上整裝待發，共同開創良政善治的新局面。我哋身負重任啦，咁希望未來可以大家90個都可以係多啲溝通，多啲去交流意見，希望解決到我哋市民最期望。希望解決到一啲嘅問題啦。兩個重點就喺房屋同埋醫療方面呢，希望可以係聚焦呢兩方面呢，幫助市民解決呢兩個最重要問題先。我覺得責任好重大正如好多議員講呢，今時今日香港係需要好多建設性嘅發展嘅。咁過往一段時間嘅混亂局面，而家就平靜落嚟啦。但係平靜落嚟嘅挑戰會更加大。政府立法會議員點樣表現得好，從而真係推動到嘅社會進步呢，呢個難度比過往混亂係更加高嘅。傍晚，香港特區政府新聞網刊發公報，監誓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確定全體90位後任立法會議員的宣誓為有效宣誓。按照議程，香港特區第7屆立法會將在1月10日選出新任立法會主席，1月12日舉行首次會議。在接受深圳衛視記者採訪時，多位議員表示已經準備好，攜手同心，以民為本，與特區政府保持良好互動的關係，推動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我是懷着一個非常莊嚴的一種態度來進行宣誓，也是對
未來工作的一種承諾，對於市民的一種承擔。見到咁多個同事咧，佢哋都係好優秀同埋好有抱負。咁我覺得而家係香港就係由亂及治，咁我哋希望由治及興嚇，咁所以未來咧就係可以期待嘅。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周一發表談話，希望議員們依法履職，擔當盡責，服務香港，貢獻國家，樹新風，展新貌，開新局，以工作實效取信於民。要愛國愛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堅決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當好一國兩制的守護者。香港中聯辦發表談話指出，全社會都對新一屆立法會給予厚望，期待所有議員不改初心，堅守為民服務的承諾，在行政長官帶領下，與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合力解決突出的經濟民生問題，積極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開創香港更加美好的未來。宣誓呢，它屬於政治宣誓啊，它是現代國家呀政治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的推進手段之一。那麼，尤其對我們的香港公職人員來說，你宣誓了，就意味着你認同這一制度，那你將來就要做這一制度的守護者啊！所有將來違反憲法、基本法、國安法以及違背愛國者治港原則的那這樣的行為，將來你不僅是失去了議員資格啊，而且還要接受法律的這個懲治。好的，馬上來連線特約評論員管瑤。管先你好，那麼香港新一屆立法會議員今天宣誓履新，特首林鄭月娥已確認90位議員誓詞有效。那管先您對此有何評論呢？好的，主持人。那麼新年新氣象，用南華早報今天及時報道標題的說法呢，香港立法會真正迎來了愛國者治港時代。前兩天啊，京港澳3地青年上演天宮對話，出差太空的宇航員翟志剛那句感覺良好成了港人的刷屏金句。那麼我要說，見證90名新科議員在特首監督之下，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與香港特區區旗為背景，逐一宣誓履新，也確實是感覺良好。甚至從宣誓環節的一個細節來看，全國政協副主席兼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他所寄望的五光十色多樣性也有充分的體現。那麼據南華早報的觀察，多數議員是操粵語宣誓，3人講普通話，還有1人呢說英語。當然了，要在這裡向所有的90名議員祝賀，書寫香港民主實踐新篇章，尤其是立法會民主新篇章的這個重任呢，歷史性的落到了你們的肩上。去年啊，中國輿論場上的一個熱詞是全過程人民民主。國家主席習近平剛剛在全球矚目的新年賀詞講話中再次談到，祖國一直牽掛着香港、澳門的繁榮穩定，只有和衷共濟、共同努力，一國兩制才能行穩致遠。所以啊，我也特別期待新任立法會議員們能夠不負國家重託，不負選民厚望，在任期之內奉獻一國兩制之下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香港實踐精彩案例。那麼這樣的案例呢，多多益善。中國最高領導人曾經深刻剖析，一個國家民主不民主，關鍵在於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當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沒有投票權，更要看人民有沒有廣泛參與權，要看人民在選舉過程中得到了什麼口頭許諾，更要看選舉之後這些個承諾實現了多少。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後就進入到休眠期，只有競選時聆聽天花亂墜的口號，競選後就毫無發言權，只有拉票時受寵，選舉後就被冷落，那這樣的民主啊，不是真正的民主。對於這樣的高度洞察，新一屆香港立法會議員們尤其要深刻領悟，要常練常新。好的，非常感謝管瑤先生在線來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謝謝。